我婆婆的全家在加拿大集体中暑，情况不容乐观。我说咋的了呢？一问说加拿大今年夏天太热了，气温达到了26度，全家人暑中的五花八门。我的公公布莱恩热的好几天不能排尿，就是太阳能让他实现了零排放，不能上班了。我的大姑子玛丽莎被热的内分泌完全紊乱，大姨妈已经持续了19天不走。现在情况最乐观的是小姑子妮蔻，但是也已经请假1个礼拜不能上班了。现在他们那一片很惨呢，就是很多养老用的老人房门口的小牌子一个接一个的立了起来，就写着此房出售，因为很多老人都没挺过去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街区一到夏天，3伏和3七不一定谁先来，不一定谁先来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们的室内没有空调。大家可能知道，温蒂在加拿大的工作呀，是在福利院带那些智力有缺陷的孩子。他们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落后的非常平等，即使是福利院这种地方，它也没有空调。但是为啥温蒂现在中暑的症状最轻呢？因为他天天带着孩子们去商场蹭空调、看电影、搭积木。其中一个患者呀，阿拉伯数字刚能数到5，但是女性视角电影《芭比》已经看了6遍，但是这些项目呢，温蒂不是很喜欢。他真想去商场蹭的呢是那些 SPA 店、美容店，还有空调，还给他去皱。但是呢，他的单位不给他批这个预算，因为别的活动像看电影啊、搭积木啊，你怎么说对智力的修复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。但是做脸修复的是青春，审核结果认为他不属于这些患者人生最首要的问题。完那天他给我打电话，看我在那做 SPA， 问我你是不是也去蹭空调？我们这儿都有空调，哪儿都有，不用蹭。我在美容院做脸有空调，我回家自己用雅萌护肤也有空调。但是我听完他们被热成这样这个事儿吧，刚开始我觉得有点好笑，后来我是有点焦虑。26度给热成这样，那这仨女的过2天来到41度的北京，能不能出机场啊？不得碰瓷儿啊！然后我一说，我说北京比那热多了，他们说没事儿，不可能有我们这热。大胖姐为了佐证中国有多热，给他们看了很多短视频，就咱们可能也刷着过，大马路上摊鸡蛋，车前盖上煎五花。看完之后问他妈你怎么想？温蒂说哎妈，中国人挺饿，怎么搁哪不做饭呢？所以他们现在就根本就不能想象我们这儿能有多热，非常嚣张，要这个周游华夏，要去的省份多达20大几，覆盖了中国大半壁江山。但是因为咱们这个景点啊太多了，记得稍微有点杂，跟我说要去云南看兵马俑，去内蒙古看大熊猫，去海南岛看壮观黄河，去哈尔滨看乐山大佛，就是这么一个路线。还告诉我说这次预算开的挺高，大概准备了就8000到1万的人民币，问我这些地方是不是都能玩好。我说你们仨就是拖这个活着费劲的体质，非整那个特种兵式旅游，最后你们换景点基本就得靠全国各大医院转院。我就寻思这游的得多苦啊！我没吱声，但我准备到了地方告诉他，就是云南的兵马俑下班早，已经回家了。我就给他关酒店，开着空调，吃着西瓜，没美容。雅萌双蛋白美容仪我还真挺爱用，简单3滑，激活半脸的双蛋白，3种能量同时打进皮肤，每一滑都是在提亮皮肤紧致淡纹。我聊会儿天时间，半边脸就打上去了，主打一个高效淡纹，在家也能高效保养。但是我还是有心眼，我看他们这么抠，这么虚，还要玩的这么野，我真怕他有点啥事儿。我最近搁这研究意外险，我研究这明白。然后我这几个同事就听我唠嗑，说他们26度热的就不能排尿了。再一看北京这42度的天，就说温蒂这个保险钱他们请了，就一个小要求，就是这个受益人呢写他们的名。温蒂听说之后特别感动，跟我说，就世界上总有那些好人，热情又慷慨，而且啥都不图。爹，你敢多喝热水。外国人的婚姻到底有多脆弱？一个驴肉火烧就出轨了。我婆婆和我公公不是来中国了吗？张铁这2天一直属于一个生不如死的精神状态。在澳大上学，大胖姐儿学校这2天有事儿，张铁一个人在家陪寝，语言不通也就算了，吃的可遭老罪了。早饭拔凉三明治，午饭拔凉三明治。yummy。我想喝酒。What is he saying? Bojo means drink alcohol. 10 o'clock is too early to drink alcohol. Bad boy. 我咋就败这个呢？温蒂他就这样，他只吃那种最简单最无趣的白人饭。我们想出去品尝啥美食，他都不敢吃，就显得他这个人吧有点隔路。所以他这次带着他老伴布莱恩来，是希望有个队友。他都跟布莱恩说了，到时候你捍卫一下我，让他们看到不是我故意搞特殊，咱们都这样。结果布莱恩呢坚守战线不到24小时，叛变了。大胖姐回家带着6个驴肉火烧，布莱恩很好奇说，哎呀，闻着挺香啊，这玩意儿啥呀？大胖姐说驴肉三明治。布莱恩吓一跳，布莱恩嘴上说不吃，心里已经开始动摇了。但是温蒂不吃啊，这时候温蒂瞪了布莱恩一眼，布莱恩被震慑了一下子，说啊，驴我就先不吃了。 What? 香迷糊了。Oh my goodness. 一个多碗去香米糊，布莱恩确实也想香迷糊，趁温蒂一走，他就叛变了。吃完，大胖姐问他爸，现在吃一头驴这个事儿，你还不能接受吗？布莱恩说，吃一头驴我还是不能接受。 I could eat 10. 大胖媳妇和张铁发现布莱恩孺子可教，一起给布莱恩安利。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缤纷吗？中国的美食遍布在各个小街小巷，那些看着破烂似的小饭店里。你愿意跟着我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吗？你愿意吗？赌油。 Do you? Yes, I do. Do you? Yes, I do. Yes, I do.
于是这3个男人一拍即合，开启了中国美食探索之旅，把温迪一个人留在了家。温迪这吃的适应不了，来干的地方脸也泛红，老蹭我的施乐肤 C 霜。北京和东北冬天都干，就它能一整天保湿，干燥泛红都解决。出门不用想那么多，带 C 霜就够了。这么一大罐子，没酒精没香精，全家都能用。温迪都知道这牌子，在加拿大可火了。布莱恩太爽了，他3小时内挑战了糖葫芦、烤鸭、低头、低屁股、剪蛹子等中国美食。我说布莱恩，你叛变了，温迪不生气吗？布莱恩说我就判了，怎么地吧？布莱恩吃了一天，回来温迪炸毛了，跟布莱恩一顿输出。你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，你的立场应该是跟我一样，没想到你来了你就和他们一起孤立我，哇哇哇！温迪至少说了20分钟，布莱恩就冲温迪笑。 I love you too, Wendy. I love you. 我瞅他我就觉得不对呀，这次见布莱恩他咋这么聋呢？我知道他耳聋非常严重，但是他们医院给他配了一个非常好的助听器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那个助听器不是说可好用了吗？布莱恩说好用啊，但是我根本就没充电。我说那没电的助听器那不就是一对耳塞吗？那不更听不着了吗？布莱恩说对呀，你还是结婚时间短，这玩意儿就是要不再见听力，要不再见爱人。马上冬天了，俺家这大胖媳妇永远是短袖大裤衩，然后加个棉坎肩。你不知道她是冷还是热，这个穿搭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昨天我正经问她一下，她说胳膊上、腿上都是普通的肉，肉可以动，皮可以动，内脏不能动。我说为啥？她说这不很简单吗？你看你买猪肉的时候，冷冻的猪腿肉、猪屁股都可以买，冷冻的皮也可以买，皮冻是好吃呢。但是猪心、猪肝、猪大肠得买新鲜的，冷冻的不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内脏不适合冷冻，不适合冷冻。我说哎呀，你可太自律了，你人生的唯一意义就是出栏那天炖一锅豆角，炖一锅豆角。说起这坎肩吧，他还有故事呢。就是当年我回国工作了，他一个人带女儿在国外的时候，他在一个运动品牌打过工，然后这个品牌呢就给每一个员工发了一个坎肩，就起到这个宣传的作用。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现在赚的吧比你多，要不然这活咱不干了，就好好带孩子得了。结果第2天上班，他跟疯了似的，逮谁跟谁说，我媳妇在中国挣钱了，我再也不用搁这卖马甲了。然后这不就辞职了吗？辞职那天，他同事瞒着他给他设计了一个惊喜道别 party， 哎呀，就给他唱歌道别，就场面整的可煽情了。老板还跟他说，我们永远欢迎你回来。他跟老板说，我跟他说话，你可能没听着。我媳妇在中国挣钱了，你要是我，你回来呀。结果一顿炫耀，离职回家，回家发现把人公司发马甲穿回来，领导还给打电话问他，你媳妇不在中国挣钱了吗？你咋还顺公司公务呢？结果你说头一天高调道别，第2天还得回去给人还马甲，但是后来马甲又寄回来给他了，因为这个马甲的下半部分已经被他撑变形了。新来的员工穿上这工装，肚子漏风，都拉稀。然后我老公这马甲他穿了很多年呢，4月在成都穿，10月在铁岭也穿。有时候你就在想哈，他是真不冷吗？他说他真不冷，但是你要说他真不冷呢，天天冻得大鼻涕拉碴的，还得兜里揣着亲肤原木金装，特别细腻。即使他鼻炎犯了，鼻子红了，他的亲肤触感也不疼，不刺激，贼软还贼强韧，湿水都不容易破，也不容易掉脂屑。不光冷热部分，他对时尚的品味也很难评。去商场什么欧美版日韩风，什么流行的他都觉得土，就喜欢那花边和大钻。因为他跟我说，他小的时候在义乌走向国际之前，加拿大这种带手工的衣服老贵了。你们看到的他穿的衣服都是被我管束之后的。我要是让他随便按照他喜欢的风格穿衣服，这么说吧，都得离。昨天我跟他说，我说你也捯饬捯饬，往年轻了打扮。你如果嫌热，你可以尝试一下什么假领子、屁帘这种东西，这样你不真叠穿，但能穿出叠穿的效果，显年轻。屁帘留个边啊！结果晚上我去幼儿园接张大铁，看着他了。哎，宝贝，你干啥呢？我让你留个边儿。露边了，露边了。最后我终于解释明白了，留个边儿是留下边儿，不是留上边儿。这回穿对了，潮人去上班去了。但是他的身材吧太特殊了，这个屁帘卡在肚子中下部，他很难受。一天下来不知道咋整的，就秃噜上边去。回家的时候跟我说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是我上这一天班，没有人看出来我衣服叠穿，都说我衣服穿帮。哎，你爸穿这是不是有点磕碜？干啥啥都可吃。